次我们骑行耶路撒冷的环程路线，大约42公里的独特自行车路线。我们将来经过耶路撒冷不同的景观、旧城、新城，还有城外的自然森林区域。我们从 Ein Sarig 开始骑行，靠近耶路撒冷西部的入口。在我们骑行的第一步，我们要环绕 Ein Kerem 社区，然后通过耶路撒冷北部的大自然中登上去橄榄山。耶路撒冷海拔高约为700米到800米。我们路上会有很多的起伏，碎石路相当颠簸。在这些山上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古老的瞭望塔，是很久以前在山上梯田农业的痕迹。环绕 Ein Kerem 社区之后，我们沿着 Beit Zait 蓄水池骑行，那是一个人工季节性的湖，位于耶路撒冷山区的 Sorek河道上的源头。只有冬天，在雨季的时候，它会被充满了。再往前，我们通过 Arazim 公园的大自然中骑行。该公园是城市亲吻周围的大自然，有很好的铺设的自行车道。这是来自特拉维夫火车的桥梁。火车不是高铁，因为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只有70公里。除了漂亮的葡萄园以外，还有许多的地中海的树种，橡树、松树、角斗树，还有苏麻树。苏麻这个出名的酸香料是从这个树种收获的。这些果实寄存被晒干后，会磨成一种芳香的香料。我们沿着这个长长的斜坡骑行，直到 Scorpius 山。那是我们将进入城市环境的地方。这部分我们从斯科普斯山骑行往耶路撒冷老城接近的基隆谷。耶路撒冷英国战争公墓包含了2515名士兵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巴勒斯坦的英联邦服务人员，有不同的军事单位，包括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印度、埃及和南非，其中还有犹太人的士兵。我们经过附近的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校区的大门口，在墙上你会看到大学的创始人。顺便，我们经过大学后面的观景台，眺望犹大沙漠的景色。从这里，我们将开始向南骑行，前往橄榄山。橄榄山和斯科普斯山，它们都属于坐落在老城前面统一的山脊。橄榄山是那座山脊的南部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可以见到圣殿山的金色的穹顶。我们继续在基隆谷骑行。这个山谷从橄榄山和圣殿山之间开始，正前方可以见到圣殿山的金色的穹顶。当我们经过狮子门之后，我们就到了克西曼医院，著名的万国教堂，位于在老城封锁的金门对面。我们继续沿着基隆谷的下坡骑行，然后开始向西能山谷上升。在橄榄山脚下，当我们在基隆谷骑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古老的犹太墓穴建筑。这些宏伟的建筑物建于罗马时代，其中一些是更早的。我们继续骑行，穿过西鲁湾社区。在这个社区内有一些耶路撒冷历史遗迹，可以看到大卫城还有希罗亚池。这是西鲁湾这个社区地名的来源。
我们在西嫩谷的山坡上骑行，最后一次眺望西岸山和老城。我们路过耶路撒冷的旧火车站，虽然那里是不错的一个地方，可以喝饮料或者吃点东西，但是这次我们时间比较紧，就继续往前骑行。我们沿着城市的自行车道骑行，平行于保存完好的耶路撒冷旧火车轨道。这段长长的下坡的路会带我们到耶路撒冷圣经动物园附近，我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周围的大自然环境。我们在 En Lavan 停留一会儿，这是耶路撒冷地区泉水池之一，水很冷，但感觉非常清爽舒适。这是这条骑行路线的最后一部分了。这一段平行于以色列国家的徒步路线，我们沿途偶到了一些徒步旅行者。离开了狭窄的小路，我们骑向了宽敞的道路，一直到这条路的起点。那里是我们停车的地方。耶路撒冷的环形自行车路线真是难忘的体验，结合了运动、文化和探险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你的支持和鼓励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下次再见，拜拜，Shalom。